孩子快出来了，用力！米粒，对不起啊，是个死胎。我明明能感觉到它在我肚子里动，怎么会没了？那是你的错觉，米粒，孩子没了，你节哀啊！表哥，又是天崩开局，笨蛋老妈不知道我被她的毒闺蜜给换了，还以为我真死了。等会老爸过来找不到我们，我又要遭了罪了。什么声音？我好像听到我孩子的声音了。米粒，你肯定是悲伤过度，产生幻听了。护士怀里那是个胎盘，要去丢掉的。怎么会？难道我刚一出生又要被送走了吗？啊！前世我这个笨蛋妈妈都是索性毒闺蜜的话，让我差点被人贩子拐走。受这一次，居然还要再经历一遭。给我！那真的只是个胎盘。快给我，不然我就报警。拿过来。怎么回事？笨蛋老妈居然知道我在这里！好耶！这一世我不会被扔掉了。再过一会儿，老爸就要来找我们娘俩了。笨蛋老妈现在还不知道，老爸可是赫赫有名的京圈太子爷陆鹤川。只有这个笨蛋老妈不知道，老爸可是京圈太子爷。那个毒闺蜜就是知道这一点，才千方百计阻止老爸找到我们的。什么？孩子父亲居然是陆鹤川？一次意外，我和一个陌生男人发生了关系。我昨晚被人算计了，多谢你救了我。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，义不容辞。我天生易孕体质，那一次之后就怀上了孩子，但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孩子居然是陆鹤川的。乖女儿，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周雪琪，你不是我最好的闺蜜吗？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女儿送走？哎呀，米粒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你未婚先孕，还带了个孩子，这个孩子会拖累你的。放屁！他早就知道我是老爸的女儿，不想我们被接回陆家过好日子而已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？我怎么会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啊？你跟谁睡了？你不比我清楚吗？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米粒的孕妇？太好了，是韩助理，老爸来了。米粒，对不起啊，刚刚的事情是我不对。你要是不愿意把孩子丢掉的话，找个小城市跟孩子一起隐姓埋名生活好了。笨蛋老妈，不要听他的话。要是老爸找不到我们会吃很多年苦的。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米粒的孕妇？出去！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米粒的孕妇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叫米粒的产妇。你确定吗？我们已经找遍了京城所有的医院，确定就是在这里。人呢？他说没有叫米粒的孕妇。不可能，我们查过京城所有的医院，米粒一定就在这家医院。没有就是没有，你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我们这里是私立医院，有什么事情找我们院长说去。哎，不行不行，里面的孕妇刚生产完，不能见风，更别说像你这样的陌生男人了。你们有没有点道德素质啊？你们确定在这家医院吗？完蛋了，老爸被追走了。等他再回来的时候，我和笨蛋老妈又不知道要流落到哪个小城市里去吃苦了。我是米粒，我在这儿。我
是米粒，我在这儿。现在就把门打开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我是米粒，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。这是我的女儿，是，我能抱抱她吗？可以。太好了！这是我居然刚出生就被老爸找到了，我要再过5年的苦日子了。这陆河川动作挺快的嘛，这么快就给你转到单人 VIP 病房了。米粒，你该不会被这点小恩小惠就打动了吧？你这什么意思？你女儿呢？她在帮忙看着呢。米粒，你怎么能让陆河川把孩子抱走呢？你该不会想让陆河川把孩子认回去吧？你的意思是？那可是你辛辛苦苦10月怀胎生下的女儿啊！你怎么能让陆河川抱走呢？再说了，现在人家有钱的女人都是单身生娃，孩子是你自己一个人的，不好吗？笨蛋老妈，千万别信他的话，前世就是被他教唆挑拨，导致你记住了老爸的一切帮助，我们多吃了多少苦呀！我的提议你考虑过了吗？我想带她回陆家，但她是你生的，你有最终决定权，我不会强求你。不要考虑他的提议，陆家可是100年豪门，你要是答应了去了陆家，你可就沦为他们生孩子的工具了。到时候他榨干了你作为母亲的价值，一脚把你踢出去。我这愚蠢的母亲又要揪心着读闺蜜的话，听见我爸给出的5000万支票了，让我一个人含辛茹苦拉着我长大，吃不饱穿不暖。这个闺蜜倒好，眼看着我和我妈穷困潦倒，她也没说要帮忙，拍拍屁股走人了。5000万。陆总，我能不能听听你给的条件啊？这里是5000万，是给你的生育损伤和生育补贴。至于孩子，你更不用担心，陆家会给他最好的平台和资源。我家只是脚踩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吃的穿的都是辛苦钱，这得从元谋人时期开始打工，才能赚这么多钱吧？米粒，你是人，不是物品，凭什么让他拿支票来买你啊？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拦着陆河川不让他找到你们母女2个吗？就是我不想看着你和孩子被误会。他简直就是在侮辱你们。还以为我这个蠢妈妈会有什么长进呢，估计还是跟前世一样，等下要把支票扔到爸爸脸上了。多谢陆总，我就笑纳了。宝宝乖，虽然不知道前世我脑子是不是进水，放这5000万都不要，非要没苦硬吃，但咱这一世清醒，妈妈带你吃香喝辣，让你做最幸福的小公主。米粒，就因为这5000万，你就把自己卖给豪门了，你廉不廉价？2个人的孩子，我一个人生，他出钱我出力，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更何况给老板打还有3000块的工资呢，陆先生肯定给的更多是吧？米粒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呀？难道这点钱能买你的尊严吗？这就是你的闺蜜？我劝你以后离她远一点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我都是为了米粒好。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不会害她。妈妈，你快听爸爸的话，这个周雪琪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要是继续听她的话，以后真的会很惨的。他们都没什么不对劲，难道真的只有我能听到宝宝的心声？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了，收拾好东西跟我回陆家坐月子，我会找专人安排好的。好，不行，我可是米粒最好的闺蜜，坐月子可是女人的头等大事，必须由我照顾，别人照顾她坐月子，我不放心。你
你照顾个屁！上一次我妈的月子有你照顾，还是挺着大肚子起来给你洗衣做饭，比驴还累。要不是你，我妈也不至于落下那么多病干，都是月子病。多谢陆先生，我这就回家收拾东西，跟你一起回陆家坐月子。米粒，你怎么就不听话呢？陆家那可是百年豪门，里面弯弯绕绕可多了。你要是去了，肯定会被啃得连骨头都不剩的。上一世我妈就是听了他的挑拨，首先就遇上爸爸那边的都是坏人，害得我妈一直有对抗心态，动不动就找陆家的茬，这才导致爸爸那边的人都不喜欢他。陆家是豪门，不是暴发户。就冲刚刚陆鹤川说要负责的态度，我相信他们不是那种人。米粒，那你可得想好了哦。陆家一旦去了，那是生是死，可都不由你自己说了算，可是一点自由都没有啊！陆家家大业大的，欺负我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你就别担心了。哎呀，我这蠢妈妈居然会动脑子思考了！别骂了，别骂了，妈妈，我不会像前世那样蠢。行，那我要跟你一起去，我是你最好的闺蜜嘛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我还可以帮你不是？你可别逗了，离开了你，根本没人会害我妈。前世她的风雨，全都是你带来的。不行，陆鹤川说了，会找专业的人照顾我，你肯定比不上人家专业团队，你还是别去了。你就住这种地方，这些破烂东西也没有什么带的必要，都给你换新的。老板大气。这就是你家啊？以后也是你和孩子的家。这比我学校还大，住里面势必要开车才行。这就是米粒吧？快进来，老这么站着多累呀！妈，你别吓着他。伯母你好，我叫米粒。是奶奶。奶奶，我好想你。前世我出生就跟着我妈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，但奶奶一直想偷偷接近我，却被我妈认为是不怀好意赶了出去。伯母，以后还要麻烦你了。你说这话就见外了。我们陆家子嗣单薄，当年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有了鹤川，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我都不知道我死之前还能不能抱上孙子。咦，我妈转性了？她以前不是最讨厌奶奶，说她是恶婆婆了吗？好孩子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是把心掏给你了，都愿意。哎，这就是我的乖孙呐！哎，你长得可真漂亮。妈，她刚出月子，孩子也累了，你让他们先去好好休息。好，我带你先看看你的房间，如果不满意，咱们重新再来布置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把鹤川的房间打掉，重新规划。走。来看看。这以后就是我要住的地方了吗？妈，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，你先帮忙照看一下他。去吧。哎呀，自从知道你生了陆家的孩子以后，我就开始布置房间了，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，就擅作主张安排了。米粒啊，你要是有什么要求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我的好奶奶，虽然有时候太过热情，没有边界感，但心肠却是好的没话说。我妈前世却总是觉得她手伸得太长，哪怕奶奶是好心，我妈也只会无情拒绝，还要讽刺她。伯母，你放心吧，有什么事情我一定会告诉你。这也太毫无人性了吧！
现在知道你电视剧觉得都是什么好东西了吧？妈妈，这一次我不想再穷困潦倒被人欺负了。宝宝，你放心，妈妈这辈子一定会惊喜给你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昨晚睡这么大的床，看来睡得不错嘛。你怎么来了？米粒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被金钱蒙蔽了双眼，他们根本就不是想真的对你好，他们就是想把你当成金丝雀圈在金丝笼里。你还没回答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米粒，我知道啊，你有一个关系特别要好的闺蜜，想着你坐月子啊肯定会无聊，所以说就把她叫来了。你高兴吗？我当然高兴了，谢谢伯母。你开心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昨晚忘了告诉你了，这个是我们陆家祖传的翡翠镯子，种水和颜色都特别好。我现在把它给你，以后啊，你可以传给我的乖孙。米粒，这都是装的，这老太太重男轻女的很，她根本就不喜欢你的女儿，而且你的女儿还是个私生女，你要是信了她的话，这辈子都有。又在危言耸听了。但是我妈就是因为这样，误会了我奶奶重男轻女，大闹一场，害得奶奶差点卧病不起。其实奶奶他们特别喜欢女儿，前世还理智想让我回去继承家产，都被周雪亲手知道他们要害我。我妈宁肯让我吃糠咽菜，都不肯让我回陆家。他特意把你找过来陪我坐月子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意揣度别人呢？米粒，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不会害你的人，你是不是被孕激素冲昏了头脑？你就是个恋爱脑。镯子戴上试试呀。米粒，听我的，给陆家一个下马威。你看，这个镯子都是旧的，要是真有诚意，就该给你个新的。你凭什么拿别人的二手镯子？听我的，米粒，砸碎它。完了，该不会又像前世一样，我妈一生气把奶奶祖传的镯子给砸了？正好我爸还过来看到这一幕，从此以后整个陆家都不喜欢他。难道又要走上前世的老路了吗？就是这样，一把萝卜再狠狠砸碎，当着他儿子的面，把他的心意踩在脚底下践踏。谢谢你伯母，太漂亮了，我实在太喜欢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。这镯子真好看，就是我看不太懂，还透光呢。傻孩子，透才叫好呢。这是妈的宝贝，平时也不轻易拿出来戴，既然愿意送你，就好好带着。她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她是米粒最好的闺蜜，我想着米粒保胎这几个月肯定会无聊，所以呀，就擅自做主把她带过来了。我的好奶奶呀，这次你可真是好心办坏事了。爸爸会以为妈妈还是听这个祖闺蜜的话，这就有误会了呀。其实我……算了，阿姨一片好心，不好当众说出来，还是找个机会再跟陆河川解释吧。河川，伯母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完蛋了，世上最强白月光出现了！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史上最强白月光？宝宝，你倒是给妈妈说清楚啊！不打扰，你今天来干什么？这就是米小姐吧？恭喜你们了，陆家终于添丁了。来坐。
静安啊，辛苦你过来看望，这人来了就行了，还拿那么多东西干嘛？礼多人不怪嘛。还希望米小姐不要嫌弃啊。都是一片心意，不会嫌弃的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啊？暂时不办。抱歉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我好像知道宝宝说的最强白月光是什么意思了。这米粒呀，刚生完孩子，还没出月子呢，这些琐事儿啊，等她身体恢复以后再说。我和米粒只是意外生子，孩子我们会共同抚养。我和她并没有什么感情。米粒，你看见了吧？洛鹤川急着跟你撇清关系呢。老爸，你就作吧，明明不是那个意思，却总是因为不会说话让老妈生气。前世但凡你嘴甜一点，你和老妈之间也不会有这么多误会。是的，孩子呢只是个意外，我们得对孩子负责，但我们不为彼此负责。你倒是洒脱呀！我难道说错了吗？没错。哎呦，老爸，现在知道说这种话太直也不好听呀。前世根本就不懂老妈听了这些话有多伤心，现在你也尝到这种滋味了吧？米小姐真是和想象中的一样，率性洒脱，温柔聪明。我这笨蛋老妈还不知道，这个叶静安早就把她祖宗18代都查了个遍，人家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她还真以为别人是在夸她呢。好家伙，刚才真以为他是在夸我呢。不好意思啊，叶小姐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看起来得体大方，不过你好像很了解我，该不会之前调查过我吧？开个玩笑，别介意啊。当然不会介意，米小姐真是一个幽默的人。哇，这还是老妈在叶静安面前第一次占上风。上位的叶静安只要一出现，老妈就会被她牵着鼻子走，各种出手。哎，宝宝真可爱。取名字了吗？哦，还没呢。先取个小名。妈咪，我叫陆小蛮，馒头的馒是老妈给我取的，我很喜欢这个名字。叫陆小蛮，馒头的馒。这就叫心有灵犀，你们这当爹的当妈的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！为什么取这个名字？有什么寓意吗？因为他的脸像馒头，白白胖胖的。哎呀，鹤川呀，我跟你爸这么多年的老夫老妻，都没有你们小两口默契，这就是上天赐的缘分。妈，你别乱说，我跟他充其量就是个陌生人。米粒，你别放在心上。鹤川他从小就这样，一点都不会怜香惜玉的。除了我，很少看到他跟异性有来往。我一直担心啊，他这样以后找不到老婆呢。陆丽，这你都能忍？你看看他们两个这旁若无人的样子，你看起来啊，简直就像是破坏他们感情的跳梁小丑。刚才叶静安这样说，该不会他和陆鹤川真的是郎有情妾有意，却不小心被我给搅和了吧？啊，老妈肯定又要误会老爸了。你确实是他第一个女人，他刚才只是被奶奶调侃的有点不好意思，恼羞成怒了。但在老妈看来，这就是嫌弃他的表现。鹤
鹤川呢，他只是面冷心热，虽然看起来不会怜香惜玉，但其实呢还是很温柔的。那倒也是，这鹤川呀，对你要跟对别的女人都一样，那也不会有我们的小蛮，对不对呀？哎，就是，老妈前世就是太自卑敏感了，总是被人轻易挑拨离间。你可是我的亲妈，老爸唯一亲密接触的女人，当然与众不同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米小姐，你好好休息。我们下次再见。哎，鹤川，送送金安。哦。看到没有，陆夫人让陆鹤川去送叶静安，说明啊，还是非常看重叶静安的。我找朋友打听了一下，叶静安和陆鹤川都是豪门继承人，两个人啊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你要是不用点手段，都没办法在这个家立足。我没想着在这个家立足，我只想着好好坐月子。米粒，坐月子可是女人最脆弱的时候，最容易遭人欺负。你放心，有我这个好闺蜜在，我一定会好好护着你。行了，我累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自己在陆家待的挺好的。那可不行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要在陆家陪你，省得有人害你。陆家根本就没有把你当回事。你看看这叶静安拿过来的都是些什么东西，寒酸的很。叶静安好歹也是叶家的大小姐，她送的东西应该不会太差。米粒，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世面，你可不知道这些豪门千金太会看人下菜碟了。他知道你只是个岳母的存在，根本就不会给你拿什么好东西。好啦，米小姐，从今天起，由我全程负责您的月子餐。您有什么想吃的或者是忌口，都可以直接告诉我。还找个月子管家，真是装模作样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管家，把你们陆家最好的东西都拿过来，什么鱼翅啊、鲍鱼啊、燕窝呀，通通都拿过来。哦对了，我还要一只农村饲养最纯正的土鸡。总之，什么补就拿什么。好的，好的。虚不受补，这男人天天吃这些东西都会出毛病，更何况是孕妇。看样子，咱们又要像前世那样，整天大鱼大肉，不吃海货，短短几个月胖得跟猪一样。等等，不用听他的，你就根据自己的经验帮我荤素搭配，营养均衡就好了。好的，米小姐，我会为您搭配最专业的师傅，争取只通过食疗就让您的身材回到生育之前。辛苦了啊！好啦。米粒啊，你是在给陆家省钱吗？还没嫁进去就这么贤惠，你以后会吃大亏。刚刚管家也说了呀，虚不受补，大吃大喝反而会伤了我自己的身体，我也是为我自己着想。我知道了，你这就是在给陆家省钱，好让别人觉得你是个又贤惠又节省的女人。切，米粒，你这是下贱的行为。我记得你之前好像有一位表姐，就是怀孕的时候不控制体重，大吃大喝，导致引发了很多并发症，最后在生产的时候九死一生。你不是已经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了吗？难道还要让我再经历一次？好耶，老妈终于知道沈氏这个毒闺蜜了。哎呀，我表姐那是怀孕的时候胡吃海喝，你这是坐月子，你不一样，你这个时候啊就得好好补一补。我和周雪琪这么多年的朋友，从小就认识，我一直以为她这个人只是心直口快，没有恶意，没想到她却从心底见不得我好。米粒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觉得我会害你吗？
行了，我累了，想休息，你先回去吧。米粒啊，这叶家安送来的东西我怕不干净，要不我先都帮你拿走？你拿走吧。好。这次周雪琪说的没错，这个叶静安的确在补品里放了不干净的东西。要不要跟他说呢？还是算了吧。小蛮，他真是这么说的。米小姐虽是家境普通，但教养还是不错的，不是那种贪得无厌的人。就是她那个闺蜜，老是给米小姐吹耳旁风，怕是品行不端呐。你先下去吧，这件事情不要声张，毕竟周雪琪是米粒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不便插手太多。是。哎，贺川，你过来。妈，有什么事？你刚才送静安出去，他没说什么吧？没有。我陆家子嗣单薄也就算了，陆家男人还都是这种不解风情的冰山直男。要不是米粒，我真怀疑自己死100次都抱不上乖孙。贺川，你跟妈说真心话，你跟米粒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你对他们母女有什么打算？陆小蛮是我女儿，我当然会对她好好负责。你明明知道我说的人是米粒，她是你孩子的母亲，你们现在又都是单身，不如……妈，我现在没想过这些事，我只想把陆小蛮好好抚养长大。至于米粒，她那个闺蜜周雪琪心术不正，我担心他们是一路人，所以我暂时什么都没想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他们不一样。就在刚才，管家还对我说，他真这么说？所以我觉得米粒和周雪琪不是一路人。米粒这孩子呢，虽然迷糊，但本性不坏。妈希望你俩好好相处相处啊。我知道了。哎。把衣服穿好。哦，你进来怎么也不喊一声啊？抱歉，我下次会注意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做瑜伽。自从生了宝宝之后，我都胖了1圈了，而且我都1年没有运动了，松散筋骨。瑜伽什么时候都能做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身体的恢复，而不是去追求什么所谓的身材。切，你也就嘴上说的好听，要是我真的变成大胖子，你肯定是第一个嫌弃我。老妈，你又误会老爸了，他确实是担心你的身体。况且前世你最胖的时候，老爸也没有嫌弃过你，还说你手感好，是你自己嫌弃自己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应该一竿子把你打死，也不应该随意给你扣帽子。没事，你受激素影响，情绪不稳定。我作为孩子的父亲，有责任去调节你的情绪。宝宝，乖乖，辛苦了。是有点辛苦，但每次看到小蛮笑起来的样子，就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哇，他们两人第一次这么心平气和的交流，前世不是在互相，就是在互相误会的路上。爸爸妈妈这一世是怎么了？两个人突然都变得很通情达理。我先去换个衣服。哎，怎么没看见你那个朋友？
你是说周雪琪吗？我让她先回去了，这段时间我不想看到她。她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就是因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之前我对她的话深信不疑，可最近发生在小蛮身上的事，让我开始不太确定。当时我怀着小蛮躲你躲了10个月，直到分娩的时候才被你们找到。我还以为你们会蛮不讲理的把小蛮抢走，但没想到你们竟然这么通情达理。把我们当什么家庭？黑社会啊？我之前又没接触过你们这些家族，我在电视剧里看的那些片段，你们确实大部分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那你觉得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？那你觉得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？你别离我这么近！为什么不能离近一点啊？老妈加油哦，争取早日把老爸拿下，这样我们就能一家3口好好生活在一起了。陆鹤川，其实我还没为那天的事道歉。什么事啊？那晚的事。好吧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不过你那晚确实很凶残，我还以为我的第一次是很浪漫、很温柔的，但没想到全是痛苦和混乱。我怎么记得？不准再说了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你记住这点就行。你似乎弄错了我道歉的目的。抱歉啊，那么把你卷进了，又没照顾好你，让你一个人大着肚子在外面辛苦了10个月。陆鹤川，你跟我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想象中的你，骨子里是那种很冷漠的人，性格恶劣，且高高在上，看不起。老妈，你对老爸的误会太深了。他性格的确恶劣，但他本性很好的。前世可是对我们母女俩要负责到底的呀。只是你非要相信你那个毒闺蜜的话，让我想想，年纪都多凄惨，风雨飘摇。那当然，也只是我想象中的你。其实呢，你很有责任心，对我和小蛮呢，也是行动上的好。只是你那晚确实太过凶残，以为不是什么好人。我也没想过自己是这样。我作证，老爸意志力非常强大，克己又不理，那晚真的是唯一的时刻。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，再加上对你好友的恶感，我以为你是那种只想着钓金龟婿的女人。你说的是周雪琪吗？那天在酒吧，我经过你们卡座，我听到了她对你说的话。这里太吵了，我还是走吧。这可不是普通的酒吧，这里只对有权有势的人开放，像我们这种平民百姓还得摇号买票的。我好不容易才搞到票的，你别怯场啊！我跟你说，这里可都是优质男性，
我们随便调到哪一个就发达了。你们现在这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了？对不起，我们马上整开。刚刚那个简直就是极品。原来你都听到了呀？后面的事你都知道了。哎呀，你这酒量也太差了，喝2口就醉了。我今天晚上计划全被你给打乱了。你先自己醒酒啊，我等会来找你。有个已婚大佬看上了米粒，但米粒一直拒绝他的追求。大佬说只要米粒乖乖上钩，就给我1个亿，到时候我再用那笔钱补偿米粒。哦，对了，我现在就给大佬打电话。是你做的。我不是故意的，真不是我，你别打我行吗？做了错事就该打。你诬陷我，帮我。米粒人呢？该不会已经被大佬扛走了吧？哎呀，那晚我真的没想到会遇到你，而且我真喝醉了，不是我要对你做什么手脚。我现在知道了。啊？如果真的是你故意为之，你不会带着我的骨肉东躲西藏了这么久。你没有误会我就好。好呀，你们这么快就解开误会了。老爸没有以为老妈是爱慕虚荣的坏女人，老妈也没有以为老爸是冷漠自私的资本家。看来我不会再经历前世的悲惨遭遇了。亲一个，亲一个。小曼不许胡说八道。你刚才是在跟小蛮说话？没有，你听错了。你当我是聋子还是傻子啊？老妈刚刚听到我的心声了吗？我要不直接告诉陆鹤川，我能听到小蛮的心声，可是他会相信吗？会不会把我当成怪物？没有，你真听错了，小蛮才刚满月，这要搁以前，眼睛还没睁开，真的是你听错了。你好好休息，等出了月子，我们一起给小蛮办满月酒。我会好好休养的，我会以最好的状态参加他的第1个仪式。哎呀，静安啊，你每次来都拿这么多东西，真是太客气了。来，坐。伯母，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，这么快就到满月宴了。哎，米粒呢？她怎么没下来啊？等一会儿就下来。这是米粒第1次公开参加陆家的活动，不出意外，吃了那些补品，现在应该身材水肿，面部肿胀，且长满红疹脓包了。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，米粒小姐那边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脸上都是大红包，全都肿了，很吓人的。这一会儿就是满月宴，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看到啊！静安，你自己先休息一会儿，我上去看看什么情况，马上就回来啊！啊，你快去吧，别耽误满月宴啊！米粒，今天你要不然就不出现，从此沦为圈内的笑柄。从此大家都会认为你是一个没有地位的子宫容器。
哼，要不然就用丑陋的模样出现，丢尽鹤川的脸。无论你怎么选，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就是说，你们来了。今天这个项链真好看。静安，今天不是陆家满月酒，怎么没看到陆小公主啊？是啊，陆家子嗣担保，听说他们很喜欢那个女儿。那位米莉小姐也算是鲤鱼跃龙门了。米莉小姐好像身体出了状况，可能是月子的时候饮食没有注意，不太好意思出现在大家面前啊。不过别担心啊，鹤川他们呀，等会儿就过来，大家都稍安勿躁。我原本想陆鹤川会因为孩子娶那个女人，现在看来不过就是个乡野村妇，上不得台面。陆家是断然不会接受这样的女人的。只有静安这样教养良好的名媛千金，才配得上陆家的门楣。我想陆家应该也是这个意思，不然怎么会让静安出来待客呢？看来静安很快就会成为陆家的女主人了。啊！哇，这看起来太美了！不会吧？什么女主人啊？你们在聊些什么呢？聊得这么开心。什么女主人啊？在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。他们乱说的。圈子里面有个风吹草动啊，他们喜欢乱传，还请米莉小姐不要生气。她居然没有半点影响，甚至比生孩子之前还更好看了。这不可能。难道她没吃那些补品？那刚才陆阿姨匆忙离开，是去见谁了？他们都在乱传什么？就是一些很离谱的谣言，不用理会的。米莉小姐不会介意的，对吧？其实我也挺好奇的，你们到底在聊些什么？这么开心，到底是什么流言让叶小姐笑得这么灿烂？我从来不会在意这个圈子里的流言蜚语，也觉得没必要。如果谁伤害到我的家人，我绝不姑息。抱歉，米莉小姐，虽然说我管不了别人的嘴巴，但是在他们出言不逊的时候，我应该制止的。这就是白月光的杀伤力，能屈能伸，不然上辈子老妈也不会节节败退。那倒不用，只是叶小姐别附和他们的闲言碎语就行。我倒是没关系，但这要传出去，恐怕会对陆家和小蛮都造成不好的影响。不就是茶言茶语，谁不会？小蛮，你老骂我进话。什么叫你没关系啊？你是小蛮的母亲，你的名誉同样重要。米莉是孩子的生母，那便是陆家的一份子。无论我之后跟她的关系发展如何，都不希望听到任何人对她的诋毁，否则就是跟陆家作对。哇，小爸威武！听陆鹤川的意思是想承认这个米莉啊。你看叶静安的脸色多难看呀，说不定就是在自作多情呢。那恭喜你了，米莉，恭喜你成为陆家的一份子。这个陆河川好像真的比想象中的要可靠。哇，这一世他们两个人居然都张嘴了。哎，伯母怎么还没下来？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要不我们上去看看？一起去。居然让他逃过一劫，小看他了。哎，天哪，也太尴尬了。我真是没脸见人了，这里肯定是有人要害我。应该就是过敏了，一会儿让医生看一下。怎么可能有人害你呢？我的脸这个样子，怎么可能只是过敏嘛？我这个脸怎么可能只是过敏嘛？老爸真贴心，还知道怕吓到我。米莉，你瞧你干的好事，
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怪我干嘛？要不是吃了从你那拿的补品，我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难怪米粒没事，原来是这个周雪琪替他挡了灾。那些补品都是叶小姐送来的，难道？叶小姐，我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叶小姐，我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不是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贺川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最了解我的性格，我怎么会害人呢？东西是你带来的，我只相信证据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无济于事，但是我问心无愧。我送给米小姐的，那都是千金难买的珍稀物品。我不知道周雪琪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，兴许是她在别的地方制作东西，想赖在我的头上。她们是闺蜜，是最好的朋友。如果她们联手给我泼脏水，那我也只能承受。真不愧是最强白月光，脑子就是转得快。刚才还处于不利的地位，一下就把脏水全泼回来了。老公，难道叶静安又要得宠了？真是老妈生了他的气，刚坐月子就变得又胖又丑，在我的满月酒上出了很大的丑。没想到这个叶静安还倒打一耙，让陆家人以为是老妈轻信毒闺蜜的话，自己扶持喊后才导致如此。老妈，你可要加油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你故意把自己害成这个样子，然后陷害他。既然这样，我得想办法把自己给摘出去，只能让他们两个互掐了。你个贱人，你觉得我把自己搞成这样就是为了陷害你？你怎么能用这么粗鄙的话来骂我呢？你好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的脸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不仅要骂你，我还要打你呢！哎呀，算了，你简直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泼妇！你他笑了，我也听到了，哪有刚满月的孩子会笑啊？这说明我们小蛮呐，真的与众不同，将来一定是个天才少女。我是在笑这两个坏女人居然打起来了，一个是很多的绿茶，一个是很多的泼妇，果然还是泼妇能治得住绿茶呀。周雪琪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。查清楚了，查清楚了，不是那些补品有问题。那些补品刚才送去检验了，单独吃没事，但放在一起吃，药性相冲，就会在体内产生化学反应，导致激素失衡。啊，别担心，只要身体把那些毒素代谢出去就行。居然是这样，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些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对呀，这正常人谁会想到这个呀？我也是好心办了坏事，还被怀疑。贺川，我现在能证明我的清白了吗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都是一场误会，只要米粒没事就行，以后注意点。米粒没事，我有事啊！哎呀，刚刚管家不都说了吗？这些毒素过一段时间就会排出去的，而且叶小姐说了自己是无辜的，你就别死咬着不放。米粒，感情不是你遭罪吧？你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？你不应该替我出头吗？是你自己非要把补品拿走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能怪我呢？行了，我找你过来是想让米粒安心坐月子的。既然你拿到了那么多好处，这次就不要斤斤计较，我会拿出一笔钱作为补偿，以后你就不用再来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件事我就不计较了。但我是米粒最好的闺蜜，我肯定是要陪在她身边的。今天是我的孙女满月宴，你们要吵以后再吵，吵得我头都是疼。米粒，我不知道这些补品药性相冲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补偿你和你的朋友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唉，这个叶清安就是如此能屈能伸，才能在爸爸妈妈的感情里上蹿下跳。没关系，伯母，不如我们去花园走走吧。爷爷送过来的花开了，他还特意叮嘱我过来看看。那一簇花呀，的确格外好看。
回去告诉你爷爷，他有心了。走。看吧，这个最强白月光手段非常了得，不仅会利用自身优势，连两家的关系都会时不时搬出来，替自己博得好感。前世老妈在他手里被虐得可惨了。放心吧，宝贝女儿，你老妈我净化了，这一次不会让她牵着鼻子走。哎，这花真漂亮。米粒啊，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来着？挺好看，让你不要来陆家。你看看你现在，跟个小三似的。这话怎么这么说？我怎么成小三儿了？你看看人家陆家对叶静安的看的真好，他3番4次的挑衅你，陆家还对他这么好。你看这好是娇，看在爷爷的面子上，肯定不会撕破脸的。米粒，我发现你现在这么窝囊，他对你的好朋友我那么污蔑，结果您看那朵花开的，陆家3言2语就把这件事盖过去了，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。我看是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吧。我早就打听过了，人家叶静安呀是陆家认定的儿媳妇，人家两家门当户对，你充其量呀就是个子宫容器。等陆小蛮哪天长大了不需要你了，人家陆家早就把你踹出来。你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，陆家要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他们现在就可以把我赶走，干嘛还要当众介绍我？老妈，你终于通人情世故了。米粒，我发现你怎么就说不听呢？人家叶静安和陆鹤川是两小无猜、青梅竹马，人家两个早就谈婚论嫁了。我要是你，我才不会夹在这2个人中间。唉，一个人逍遥快活的过日子不好吗？省得到时候被赶出陆家，沦为笑柄。别呀，老妈，白月光的确很难战胜，但你在陆家只要不作妖，荣华富贵是不会少了你的。你这就是恶意揣测，他们2个要真到了谈婚论嫁，干嘛还要对我这么好？米粒，我发现你现在是油盐不进啊！你难道要为了钱被这个贱女人踩在脚下吗？关键他也没踩我呀，他对我态度挺友好的，虽然背地里不知道下了多少黑手，但至少表面上是很尊重我的。你听我的，等会儿他们走到池塘边的时候，你看这喷泉你就装作水好清啊，一脚把他踹下去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千万不要听她的，这个毒闺蜜又蠢又坏，出的都是些馊主意。那个叶静安就等着你对她出手，在陆家人面前装可怜呢。我不要这么做，人家对我态度挺好的，我干嘛要教训他？喂，你就当替我报仇不行吗？人家都说了，等你这张脸的毒素排出去就好，肯定不会比现在丑。米粒，我是因为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我要不是替你挡了灾，我至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哎呀，啊，我去！哎呀，哎，小心！小心！小心！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机会。小心！李小姐，你为什么要咒我？来了来了，最经典的3当家货就要来了。这叫前世这个绿茶女不知道用了多少次，老妈每次给她陷害都不解释，搞清楚自清那一套，害得我们最后下场凄凉。什么清者自清，说白了就是没长准，任由别人误会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小心的。我没事。你怎么样？起得来吗？都没事，就是脚好像扭了。
叶小姐，我记得我刚刚好像没有推你吧？你怎么自己跳下去了？还说是我推了你。哦耶！是他终于暴露了，我妈怎么突然长智商了？难道是我的聪慧基因影响了他？何川，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？我又不是瞎子，他碰都没碰到你，你自己就跳下去了。礼品的事儿，我本来就想和你好好谈，可是碍于两家人的面子，又怕你难堪。可是我没想到，那件事还没完全过去，你现在又出新的花招。景安，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米莉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怎么样，想不想报复回去？你也要背叛他？你不是米莉最好的朋友吗？我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要把他赶出陆家。他根本就不适合陆家这种尔虞我诈的环境，我这是在为他好。真够装，比我还能装。不过，我也的确需要帮手。啊，休息会儿好不好呀？来，玩这个吧。好。今天的事情很抱歉。抱歉什么？我没想到叶静安会对你有敌意。今天散播流言的那些人我已经查清楚了，跟他脱不了关系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又不是你让他针对我的。他刚才跟我表白了，我不知道他是那种心意。这么明显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他从来没有表露过，以前也撮合过我和别人，只是我没领情，也就没往那方面想啊。有什么好抱歉的？反正他也没真正伤害到我。那他的确是因为我的原因才针对你，所以我还是要跟你说声抱歉。我的笨蛋老妈，你就接受了老爸的道歉吧。这样的冰山大直男，能从他嘴里听到道歉的话，多不容易呀！好吧，我原谅你了。怎么都不说话？那个，我要换衣服了，你先出去。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换衣服我不看啊。什么看不看的？你难道不应该出去吗？哎呀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，出去再进来太麻烦了。那你就先说，说完了我再换。以后你要是被欺负了，就跟我说，或者你自己直接欺负回去也行，我会帮你撑，陆家会帮你撑腰。你什么时候改名叫陆家了？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伶牙俐齿？你以前又不了解我，现在了解还来得及吗？我们都是年轻人，有什么来不及的？对了，抽个空，我们去跟小蛮做个亲子鉴定吧。我从来没怀疑过他是不是我的亲生骨肉，也没怀疑过你。如果怀疑你，我就不会把你们带回陆家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先听我说。都听你的。小蛮，米莉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思博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米莉，你知道我找你找了多久吗？我想通了，我接受你和这个孩子。
我不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。哎呀，米粒，你和我心意相通，早就应该在一起了，不应该被这个孩子阻碍啊！是啊，米粒，你从小就喜欢思博哥哥，我把他给你找来了，你开心吗？叶老不会在这种地方约我见面。叶静安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面前耍手段。贺川，我就是想让你看清楚那个女人的真面目。我暗恋他？我什么时候暗恋他了？米粒，我可是你最好的闺蜜，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？你喜欢于思博，从小就很喜欢他，你不能因为现在要嫁入豪门了就不承认这段感情吧？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，但那都是小学的时候郭佳佳说的。米粒，我知道你在顾忌什么，你放心，我会对你和孩子好的，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思博哥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没有这回事，他开玩笑的。他不是于思博吗？天哪天哪，他怎么提前出现了？上辈子就是因为他，我妈才决定离家出走的。米粒，哎，等等，别吵。前日，我妈受毒闺蜜的蛊惑，以为这个于思博能带她逃出陆家这个大魔国，并撮合于思博出轨。其实于思博和毒闺蜜是一伙的，正是因为这件事，彻底让我们母女的命运变得凄惨无比。他这是在干什么？在和谁说话？我不知道呀。米粒，我这些年做梦都在想你啊！恶心！贺川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个米粒，她根本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。她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找情郎幽会的，而且还要跟情郎私奔呢。恶心恶心，真恶心！打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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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怎么可能？恶心恶心，真恶心！怎么可能？这就是你要让我看的东西。叶静安，你会为这些天挑拨离间付出代价。米粒，我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我是你最喜欢的人家哥哥，你别动手呀！米粒，别打了！周雪琪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你已经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。米粒，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既然他不肯走，那我们就强行把他拉走，到时候告诉顾家是他跟你私奔的，孩子也是你的。放开我！走！放开！你怎么来了？离他们远点儿！你怎么来了？不想死就滚！走！小曼没事吧？没事，还好你来得及时。好险，差点要走上上辈子的老路了。不过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这其中一定有叶静安的手笔。敢伤害我的家人，我不会放过他。哇，老爸真的生气了，看来要狠狠收拾白莲花了。老爸前世的手段吓人的很，不知道会不会吓到老妈。啊！以后不要一个人单独出门，多带点阿姨和保镖。会不会太夸张了？你们的安危最重要，在排除这些不确定因素之前，不能掉以轻心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？你打算求情？千万不要求情啊，老妈！前世就是因为你老是心软，因为你们多年的友情妥协，陈雪琪才三番四次的伤害你，还伤害我。伤害我的小蛮，简直无法忍受。不，我打算让你帮我好好教训他们一下。我记得周雪琪是你很好的朋友。
生下小蛮之前，我从来没想过他会害我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是最好的朋友。虽然他有时候说话很难听，但我一直以为良药苦口，没想到，自从听到女儿的心声之后，发生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，我只顾着应对，却忘记整理自己的感情。原来失去一段友情，不比失去爱情好到哪里去。没关系，你还有我，没关系，你还有我。有没有人啊？没天理了！本宝宝不想听你们的讲讲。哎呀，这手怎么不听使唤，只想捂住耳朵？不行，先把小蛮送出去。没事，不用管他，他还小。为人父母，我们陪他1-2个小时就可以了，2-3个小时也可以。哎，让你们还有体面，知道把我放在奶奶这里。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没有啊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哦，我确实听到女儿的心声了，但应该只有我听到才对。可能是刚才太累了，有点耳鸣。看来啊，我得给你们俩办婚礼了。哎，妈，我没意见，你问一下米粒。妈，我没意见，你问一下米粒。我怎么不愿意啊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太快了。少爷，查到了，事情是这样的。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1年之前我们相遇的时候，你喝的酒里被下了东西。周雪琪本来想把你给别人玩弄，好从中谋取利益。恰巧那个人是我，不过那天我也中招了。没事，我知道你很难过。我这边已经联系了律师提起诉讼，至少20年起步。是撤诉还是原谅他们，你自己决定。啊，笨蛋老妈该不会又心软了吧？我决定好了，我不撤诉，我要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决定好了，我不撤诉，我要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还好还好，老妈没有像前世那样犯傻。是我的错觉吗？还是的确是他在说话？米粒，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不能不帮我。米粒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这样了。而且你也没有损失什么嘛，要不你就原谅我这一次，让陆河川撤诉吧。哎，
徐佳怡是老妈变聪明的而已，早一是不知道吃了多少个土豆。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当你肆无忌惮欺负我的时候，就应该想过会有这一天。谁把他带进来的？是我，是我。我过来是有很重要的事要说。我这次来是有很重要的事要说。管家，把他赶出去，以后不准再踏进陆家半步。两个都是。贺川，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，但那都是为了让你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真实面目。她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。我瞒着你做了检查报告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显示你和陆小蛮根本就不是父女关系。糟糕，佳怡是这个剧场怎么提前上来了？等老爸老妈摸上钱之后，我这个当好了。没听错，听到女儿的心声。贺川，这么大的事，我是不可能会骗你的。亲子鉴定结果就在这儿，你看。叶静安，看来我给你的惩罚还不够。贺川，我喜欢你这么多年，你却为了一个心机爬床的女人，将我家的核心业务直接击穿，让我沦为家族罪人。叶静安，我之前认为你就是年轻人之间的争风吃醋，但这件事你太过分了，你就是人品败坏。伯母，我讨好了您这么多年，您却为了一个从底层爬上来的蠢女人，就因为她给你们生了个孩子，可惜呀，她不是你们陆家的血脉。如果不是有十足的把握，我是不会过来找你们的。这是我找专业机构做出来的鉴定报告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可以再去检查。我和陆鹤川做过亲子鉴定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如果在医院出生的时候没有开具出生证明，孩子想要上户口的话，需要双方父母再做一次亲子鉴定，为了确保孩子的身份，好上户口。我和米粒都已经做过亲子鉴定了，而且是在司法程序下进行的。毫无疑问，陆小蛮就是我的女儿。你的这份报告只会是假的。这不可能！滚出去！伯母，滚出我们家！之前一直给你留脸面，既然你不领情，那么两家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你应该知道，这不是你能承受的后果。我是一时鬼迷心窍，何川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如果不是太爱你，我是不会做出这么多的错事的。更何况，那个亲子报告，我全程是盯着的。如果我知道有这样的差错，我怎么敢撒这样的谎呀，何川？因为我换了样本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在你给小蛮取血拿样本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。好疼呀！你这个坏女人，是不是要拿我的血去做亲子鉴定？不疼不疼，妈妈给你吹吹。老妈，你要跟我报仇！那个坏女人肯定是拿去做亲子鉴定了。真是她知道我是老爸的亲女儿，也没有给她结果，而是想办法让奶奶去做鉴定，再从中交换鉴定报告。这一事，她肯定想如法炮制。既然她想要，那就给她假的。
让他按耐不住，打草惊蛇。我输了。好耶，老妈终于赢了。小蛮，你放心，他们已经得到了相应的惩罚，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。真没想到我们也做爸爸妈妈了。的确，是个很美丽的意外。哎呀，气氛这么好，你们俩就亲一个嘛。小蛮，你还是个婴儿，怎么能说这种话？爸明明就很喜欢亲老妈，前世虽然老是吵架，但一吵架就找过来亲。关系好的时候亲，不好的时候更是把老妈的嘴都亲破皮。那个，你先出去，我给小蛮洗个澡。哎呦，老妈害羞了，这辈子还是这么容易害羞呀。其实老爸一走，他就默默回味。你该不会也能听到吧？你刚才也听到了？他说你经常回味，他还说你总是想亲我呢。哎呀，不好，爸爸妈妈，你们能听到我说话？肯定只有我最亲的人才能听到我的心声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千万不要再互相误会了。这辈子，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。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我都不会乱想，我全心全意的相信你。我也是。米莉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Time has brought your heart to me.